Hello， 那有看我之前影片的观众呢，应该都知道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为了要省钱嘛，搭乘了四川航空前往埃及展开我的埃及大冒险。那由于呢，我回程的这个机票呢被四川航空改期了，我想说，那既然都改期了，那就干脆再把它改得更后面一点吧。那这样子就可以让我趁机有一点时间还解锁一下四川。由于近期其实中国这个经济虽然说是高速发展，但是呢又随着房市暴雷，然后还有一连串这种经济衰退的新闻啊，或者说失业潮的新闻。在台湾的我们呢，其实面对对岸的一个状况呢，总是有点雾里看花吧。再加上呢，网络传承的这个阻隔，然后两岸交流最近几年这个放冷嘛，因此呢，中国现在的状况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也是蛮令我好奇的。在出发之前呢，我做了一些功课，因为我知道呢，在中国如果你没有当地的手机号码的话嘛，会有非常大的不便。首先呢，就是有很多的 App 你是根本没办法使用的，因为这些 App 呢都要绑定中国的手机号码。尤其我觉得这个里面最不方便的就是一些出行或者说交通的 App， 尤其在大陆呢，你要叫计程车比台湾是便宜非常的多的，尤其在成都更是。那这么划算的一个交通方式呢，当然好好把握一下啦。所以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那就是呢，其实大家直接进入到微信钱包里面，然后在里面点选滴滴出行，那这样呢就可以直接跳过这个滴滴的这个账号注册，然后跟手机号码的绑定过程。那我想这绝对是每一个要去对岸旅行的人一个必学的小知识。那再来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很流行的就是所谓的无现金支付，那基本上就要使用微信支付嘛。那目前呢，其实台湾的信用卡已经是可以绑定微信支付了。不过呢，它不开放储值的功能。那基本上呢，就是你如果在对岸消费的时候呢，你就会透过微信支付来刷取你的信用卡。那所以说呢，如果你今天的单笔交易如果是超过200元人民币以上的话嘛，除了信用卡本身的这个海外手续费之外呢，还会再被额外的要再收取3% 的这个手续费，也就是说最高你有可能会被收取到4.5% 的手续费，这是非常的不划算的。那另外不方便的部分呢，就是如果你使用的是微信支付绑定台湾的信用卡嘛，单笔交易还不能超过3000块人民币哦，因此大家要小心一点。那个人的经验呢，就是如果我们其实是去百货公司啊，或是去那种高级饭店的话嘛，基本上都是支援像是 Mastercard 或 Visa 卡啦。所以说呢，基本上大额的这种消费呢，其实是不太需要太担心的。但比较麻烦的就是如果我们要去一些比较 local 的餐厅，然后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吃的比较多一点，那是有机会超过200元人民币的嘛。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必须要付4.5% 的手续费，所以请大家还需要再多注意一点哦。虽然说在大陆呢，现在无现金非常的流行，但是其实还是可以使用一些现金的啦。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并没有强制大家一定只能用微信支付。那只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比较小的商家，他实在没有办法用现金找给你，那这时候他就会提议就是用钱转到你的微信钱包。那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对于我们在当地旅行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好方法啦。那回到正题呢，这次的旅行呢就会先从成都开始。然后天府机场呢，其实就是坐落在成都的郊区，然后它其实就有直达的这个地铁呢，可以载我们到市区，所以算是蛮方便的。那而且它的占地不小，而且也很新。不过呢，我一踏进天府机场，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味道马上就冲进我的鼻子里，就是那种烟味，然后是那种经过了很努力的那种空气交换机想办法要排除，但怎么样都排不掉的那种烟味。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对于烟味比较敏感的话嘛，刚开始到大陆去铁定还是有一些不习惯的。那第一站呢，我去的是杜甫草堂。那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呢，都会背杜甫的诗嘛？但是我现在对于杜甫的印象呢，只知道他是诗圣，然后仕途不是很顺而已。对，那如今的这个杜甫草堂呢，其实已经比过往的草堂高级非常的多。那基本上它是后人感念杜甫的功绩，在原有的这个草堂进行扩建的。那杜甫草堂的缘起呢，是当初杜甫为了要躲避安史之乱，然后呢举家呢来到了成都。那在他的朋友严武的帮助之下呢，花了1年多的时间呢，在这个浣花溪畔呢盖起了这个茅屋或者说草屋吧。那他在这边大概居住了3年多的时间呢。那随着严武，也就是他所投靠这个人去世后呢，杜甫也就包袱款款的离开了草堂，然后呢乘舟四处漂泊了。那不久后呢，他就病逝在了湘江。那也因为呢有这样漂泊的一个经验吧，所以说杜甫的诗呢才会洋溢了非常多种人民
爱物的这种情怀，或者是说这种浓烈的爱国主义的色彩。那如今的杜甫草堂呢，其实和过去真的是采访的多嘛，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旅客来到这边呢，就是当作是一个新的机会，要重新认识一下这个大师了。不过呢，如果你其实对于这个诗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的话嘛，我是觉得可以跳过这个行程啦。好，那第2站呢，来到的是武侯祠。那说到成都呢，我想大家另外一个会想到的呢，就是三国里面的蜀汉嘛。那这里面的一个灵魂人物就是诸葛亮啦。那现在我们所称的这个成都武侯祠呢，其实是一般是泛指说整个武侯祠加上汉昭烈庙加上惠陵。那武侯祠呢，是现在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庙，那它分成前后2殿，那形成了前面呢是所谓的昭烈庙，也就是纪念的是刘备，然后后面的武侯祠呢，或者说叫做诸葛亮殿，那它呢就是在纪念的就是诸葛亮，因为呢刘备他是君主嘛，然后呢诸葛亮他是那个忠臣，所以说他的格局上面呢会形成了叫做前高后低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对，那在东西偏殿的部分呢，它就还有像是关羽啊、张飞的塑像，然后呢，东西2廊呢就会有很多的这种文武的廊坊，然后里面呢都有文武官的这种雕塑。那虽然说这些雕塑，我觉得做工不算是特别的精致的，不过呢，我们总是可以在这些雕塑里面呢找到我们过去玩游戏啊，或者说念书的时候所耳熟能详的那些蜀国名将。那在一旁呢，就是惠陵。那惠陵呢，基本上就是刘备的墓地。那这个是当初诸葛亮亲自帮他挑选的宝地。那里面呢，就是有包含了刘备以及他2位夫人的一个合照。好，那些许比较小小讽刺的部分呢，是其实如今的整个武侯祠呢，它虽然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都的观光景点，但是呢，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呢，并不是来去瞻仰这个蜀汉的故事，而是因为惠陵外面有非常漂亮的红墙，或者说出片率非常高的红墙，然后搭配的竹林，整个相互辉映呢，吸引了不少的旅客在这边拍完美照。第3站呢，抵达的是成都的锦里，那这个就是市区内非常著名的观光街嘛，就有一点像是北京那种王府井大街的感觉。那除了古色古香之余呢，这有非常多的茶楼，可以在这边呢叫上一壶茶，坐下好好欣赏一下茶里面的表演。那这里面的表演中最令人向往，或者说最著名的呢，就是川剧变脸啦。那一般都是压轴登场的，所以说如果你是开戏后才进去呢，其实也不用太紧张，因为我觉得前面的表演其实是有一点可有可无的。虽然说呢，海底捞其实有川剧变脸嘛，但在这边呢，你可以零距离的去看到他们的变脸，然后而且还有一些互动，然后我觉得算是蛮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嘛，可能真的都可以去看一看。那基本上我逛一圈之后发现呢，收费的价格其实都大同小异，大致上呢都是不收门票，但是有低消。然后呢，茶的单价其实都蛮高的，然后而且我喝起来会觉得其实茶的品质并不是太好，其实蛮普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人去的小伙伴们，可能会稍微比较吃亏一点啦。那第4站呢，我们去的是春熙路。那夜晚的成都呢，当然就是要去一下春熙路去逛逛街啦。春熙路基本上就像是台北的信义区，百货林立，而且很夸张的是，这边的奢侈品店呢，一间比一间还有特色。
不过小资如我呢，当然是不懂这些啦，我基本上就是随处拍拍啦。那这边呢，还有一间非常有特色的百货公司，叫做 IFS。那出名的原因呢，就是它的顶楼有一只正在攀爬的大熊猫。我们可以先在1楼的时候看看这个大熊猫的屁屁，然后之后呢，再搭电梯到顶楼，然后去看一下大熊猫非常可爱的这个脸蛋。那如果大家想要跟大熊猫合照的话嘛呢，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在排队的，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可以好好再斟酌一下，是不是值得？那这集呢，其实就是先简单的跟大家带过一下，我觉得一些市中心有趣的景点。那下一集呢，我们就要出发去看超萌的大熊猫。那我觉得这是来成都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除了去吃美食之外呢，一定就是要看大熊猫了。好，最后呢，我的频道主要是会分享一些旅游的所见所闻，然后前阵子的时候呢，有分享了埃及啊、日本跟菲律宾的一些影片，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分享一些个人的小见解，还有一些好用的一些推跟的东西吧。对，那如果说大家对于最真实这个人生冒险跟成长有兴趣的话嘛呢，就欢迎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拜拜。Just go all the way. Look out! Now what would it take to break? I believe that you can bend. I only do have to fight. Everybody is fighting. Your mind becomes fast as lightning. Although the future i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the life is your riding. You are a natural. Why is it so hard to see? Maybe it's just because you keep on looking at me. The journey's a lonely one, so much more than we know. But sometimes you've got to go on and be your own hero. Everybody is kung fu fighting. Your mind comes fast as lightning. Although the future i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You're an island in the rough.